我以前学过一句英文是 "I beg your pardon"。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，如果我们没有听清对方说话，有这几种可能：有可能环境太嘈杂，没听清。嘈杂这个词的意思是太吵了，太闹了。常见的词组搭配是嘈杂的人群、嘈杂的音乐。嘈杂。第二个没听到的可能是我在聚精会神的做什么事儿，没注意听。聚精会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专注，尤其是那种需要静下来认真做的事儿。常见的表达是学习的时候要聚精会神才行呀。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修表呢。如果你说聚精会神地弹琴，这样表达就不太恰当。一般是做那种没有声音的事儿，比如画画或者是泥塑，这种事儿我们才会聚精会神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比如他用了我不知道的互联网词汇，或是一些表达方式受了方言的影响，再或者他谈到了我知识的盲区。今天我们就讨论应对这几种场景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，如何用中文表达请你再说一遍。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是这样直译过来的。如果我要是对别人说你再说一遍，我觉得就有点挑衅的意思，是要表达我不满的情绪了。比如小孩他说我不想写作业，他妈妈就会说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还有男女朋友吵架，男人说昨晚我加班去了，女朋友不信就说你再说一遍，他呀不信呢。我要是没听到对方在说什么，我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再长一点也可以说我刚刚没听见，你说什么来着？刚刚就是刚才，口语里面会把第二个字的发音模糊，连在一起说，后面一个字的个这个音不发，只发昂的音，这样说刚刚，我刚刚没听清，我刚刚没听清，我刚刚没听清。来着，这个是个语气助词，表示什么事儿已经发生过了，也可以表达询问的语气。我们来看主语不一样的话，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区别？第一个句子，你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就是你已经说完了，我问你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第二个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意思就是我已经说过了，感觉就是给朋友说，看吧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你不信，哼。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结合上下文来理解。比如我和你说话，话到嘴边，我突然忘了我要说什么，我也可能会说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我想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就是我想说，但是我还没有说呢，我就忘了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来着这个词也有人会这样表达，怎么个事儿来着？怎么个事儿来着？就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一般我会说怎么啦？好，总结一下刚才的内容，这几句话就是因为太吵了，我没有听清，所以你说什么来着？我刚没听见。你说什么来着？我刚刚没听见。接下来这种情况，如果对方说的话里面有个词
或者它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这个词花西子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一般会去搜索一下。如果朋友给我说，我就问他，花西子碧是什么？花西子币是什么意思？是钱的那种币吗？花西子币是什么梗啊？前面2句很好理解，第3句是在问这个字怎么写。大家学中文的时候，最难的其实是写汉字，而中文的母语者理解中文，有时候是通过汉字的字形。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，就能大概猜出来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这个词，如果我第一次听到，我能理解的就是最后一个字，我就会问，是钱币的币吗？钱币的币。有些字拆开了，我们也可能读错。比如这个字，看起来像是读川，但它和深这个字放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读错，它读深圳。我记日语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词一个词的记，我是边写边记，因为写的时候它是一种图形符号，边写边读就是图形符号和读音的结合。比如一个字，这个组合是这样读，另外一个组合读音就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它常用的词组搭配是什么，以后再看到或听到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。在中文里面，这种多音字的情况也是有的。你如果觉得读和写汉字很困难，那就记读音，一个词一个词的记，记它的搭配以及它在哪种场景使用。记忆的关键在于重复，忘了也是正常的，不要焦虑。我们多听多用，等它变成了长期的记忆，就不会忘了。第4句，我在问什么梗？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笑点，或是一些有含义，尤其是有那种讽刺含义的东西。比如这个花西子币，就是互联网上出现的新词，是一个社会事件。楼下的烤鱼1个花西子币，这种话我妈那一辈人是听不懂的，我也不会这样跟她说，但我会跟我同龄的朋友讨论，我楼下开了一家烤鱼店，1个花西子币，下了班咱们去尝尝吧。还有一些方言的表达，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不太懂。比如朋友跟我说，周末我家来且了，所以没休息好。我就会问，来什么了？且这个字是东北话，就是客人的意思。接下来这种情况，如果我说一句话说得特别快，而且我吐字不清，你分辨不出来我在说什么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，你说慢点，你说慢点。有些时候发生了什么危机的情况，有些人就会很着急的告诉你，所以他没来得及组织连贯的话，表达也非常没有逻辑，因为很着急，这个就叫前言不搭后语。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听不懂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你慢点说，别着急。慢点说，说慢点，意思是差不多的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建议不要说你再说一遍，在中文的语境里面，有可能是表达挑衅的意思。还记得这个语气助词吗？来着。没听清或没注意听，就可以说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来着？不知道某个词，就问什么什么是什么，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，或者什么什么
是什么梗啊？什么梗啊？要是别人说的太快，就叫他说慢点儿，或者慢点儿说。动词在前面或后面都可以，意思是差不多的。那下次我们说 got it，用中文怎么表达？拜拜。